好，中美晶片战今天要来关心的是黄仁勋，这回爆出了一个真相，他认为呢 AI 战中国势如狂潮啊，尤其中国现在有几个优势，包括能源便宜、补贴猛、体制呢也比较快速，连辉达现在自己都承认自己看衰美国了，这是第一个。等一下我们会来做解读的。第二件事情是碳基晶片这样子的一个新技术正式的量产启动了，中国接下来能够透过绕过 EUV 来弯道超车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美国在 AI 的霸权地位会不会不保呢？因为这一次不是中国自己宣告胜利了，我们要来看到是连辉达都不看好，因为黄仁勋自己亲口说的，他说美国恐怕在人工智慧的竞赛当中会输给中国。金融时报特别做了一个分析，他认为现在中国的优势包括了中国地方政府针对采用国产的 AI 晶片资料中心啊，电价是直接给了减半的补贴，甚至现在还有所谓的算力特区，用政策去强力支持这些地方。3个地方哦，包括了甘肃、贵州、内蒙古都因为现在能源比较便宜，地价比较低，还有政府的政策支持哦，成为了新的 AI 伺服器的重镇。同时啊，美国现在面对的问题就是确实它的监管还是比较严格的，然后比较繁琐的，政治上面的争吵跟审查也要比较久的时间。所以黄仁勋现在认为，美国各州哦推出自己的 AI 新法，形成了50套不同法规，都是在扼杀他们的发展。相较之下，大陆有国家力量跟产业的整合，都有利于在未来 AI 的发展上做全面的逆袭跟超车。节目一开始来请教赖老师怎么看了黄仁勋他的这些说法，你怎么看？中国能够靠体制来反杀美国吗？黄仁勋是 AI 的设计者哈，然后提供晶片的，但他本身不是晶片的制造者，因为晶片的制造者过去是依靠台积电嘛，他现在想分散风险了啊，对，所以英特尔或者是到三星那边去分散风险，那这样的话对台积电当然不见得是一个好消息了，但是很明显的，它是提供晶片的，那就要看说美国跟中国大陆在竞争 AI 的时候。这个 AI 的这个市场的应用面谁大，谁大谁就赢嘛，谁小谁就输嘛。啊，我想这个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谈到这个中美的竞争，你又要回过头来谈到有关于开源跟闭源的问题。啊，很明显的，中国的开源已经告诉你说，我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方法，那达到啊这个 AI 的运转。美国人是说我要用比较贵的方法，所以是垄断性的。那这又形成了这个开源闭源的垄断跟普遍性之间的竞争。目前本来美国是要压的欧洲要跟着它走，现在欧盟很明显的也走向开源。那我们也看到东盟啊很多国家他们都觉得我便宜的都能做的话，像印度也很明显的不追随美国了嘛。好，那这个就是一个本身的一个基础条件。那除了这个基础条件以外，那接着就要看的是哪一个国家发展最大。那当然中国大陆目前来讲，所有的 AI 大家都发现它的算力需要大量的电，对，你没有电你不可能，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电怎么办？川普也急得不得了啊，所以川普他说我要发展核能，他已经宣布了嘛，所以我们看到新屋现在啊这个开心的不得了嘛，啊说哎呦这个以后的市场很大，可是问题是核能电厂要盖多久？要花多少时间盖？是1年就可以盖起来，还是要5年10年？它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那你这个能源的供应很明显的基础设施，美国的现在的能源的电力很明显的是少于中国的电力，而中国的核能目前来讲，在盖核电厂中，中国的核电厂占1半，再加上中国有清洁能源，那清洁能源再加核电厂再加火力发电，那这个部分里面对中国大陆来说的话，它的能源的政策很明显的是成功的，而美国落后了。黄仁勋的焦虑就表现出来了，因为能源你要在短时间内你要赶得上中国，我觉得他认为他是悲观的，我也觉得悲观。是美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能源赶上中国，那一旦都是在工业化发展，那你的能源不够你怎么办？接着当然他就讲到环境的问题了，然后另外就是政策支撑。美国坦白说他没有计划经济，啊，它没有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的相互搭配，也就是说它没有国家市场的指引。那在这个部分里面，美国很明显的在结构上，在政治体制上，它一定是输的。这个摆得很明白了。那只是说你现在认还是不认而已。是。
好，我们看到中国大陆它用国家之力政策来支援中国发展 AI 那另外一方面，产业界他们其实也在这个晶片的技术上找到了解方。我们今天要来关心的是这个晶片材料，现在也弯道超车哦。接下来可以不要用 EUV 吗？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正式的是看到大陆跨入到了是碳基晶片的时代。那么重庆这个地方首条的碳基集成电路生产线已经正式的量产启动，预估2028会实现年产能达到10万片。了解一下它的性能会直追7奈米的细基晶片。那它的优点是它的功耗比较低，散热比较快，而且速度会更猛10倍。关键是不用靠 EUV 了。相较于这个细基晶片，它有许多的优势。委员又怎么看？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哈，因为碳基晶片目前用的叫做碳奈米管叫 Carbon Nano Tube 这样来做的。这种碳奈米管可以做到可以取代那个细晶片里面那种晶体管的这种效果它的布线各方面它是属于比那个现在细晶片更高一级的。换句话说，你要做到极高端的这个晶片，或者是极高低耗能的，或者是极高频的通信用的晶片的半导体的时候，可以怎么样？可以用比较快速的方式来把它做出来，就突破我们所谓的摩尔定律物理的摩尔定律。因为你让那个细晶片已经做到了2奈米已经快做不下去了。然后同样的效果，不要到2奈米，用这个碳奈米管就可以做出来。那碳奈米管现在还没有量产，还在这个试产的阶段，但是已经相当进步了。这个研究碳奈米管的厂商随便念一锅你都知道了，台积电、IBM Intel 哇一大堆TI 都有在还有三星都有在研究这个碳基晶片、碳奈米管那中国大陆挑战当然很多了你说要不要 EUV？ 肯定答案要，还是要然后但是问题现在。在目前还没有高密度的量产的 DUV 就够了，DUV 够。但是未来真的竞争阶段还是会到 EUV 到极高端的竞争还是要。所以这个媒体报道说各位弯道超车，如果突破的话，它可以用 DUV 做出来比现在的EUV 做的还要好，这是事实。但是如果同样人家用 EUV 来做，又赢过你啦。用同样对其他人用碳基也用 EUV 来做，还是会赢过你用 DUV 做的碳基管。是这样就知道这一个先后顺序，因为它是一个下一代的，总有一天我们会走到碳基晶片的碳奈米管这个一定会来而且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中国的清华大学都投下了庞大的这些做基础研究还有中国大陆很多研究机构来做。那谁输谁赢，不知道不知道。好，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最新的晶片技术那么我们也持续关心。那大陆政府现在呢，已经要求他们的企业要完全的去美化，建立一个比较长期的战略方法，就是他已经正式的下令了，所有国家拿钱的国家的这些新的数据中心，一律全部禁用美国的 AI 晶片，而且他还规定如果说你的这个进度没有到30%，就直接清厂重建吧。那么所以现在呢，企业都已经立下了他们的一些目标。我们现在看到中国移动，他说呢，2028年前会建成10万张 GPU 的集成，那么全部都会使用国产晶片，包括上海跟北京也说了，2027年前他们的国产晶片比例会高达70%以上，会正式的摆脱对于西方 AI 晶片的依赖吗？厉将军怎么看？这真的是一个大新闻这个原来中国一直想要跟美国买晶片嘛原来说买 H20的，结果没想到这个美国还拿翘结果中国说你 H20有后门，我直接不要了，不环保那现在来讲的话，连 H100他都不要，不但连 H100他都不要，连贝克威尔前2天我们还看到习近平跟川普还在这边谈，我们还在讨论说是有没有可能把贝克威尔这款先进的晶片卖给中国那川普还在那边讲说，不会，我们不会卖给中国这个贝克威尔最先进的晶片。结果没想到中国今天宣布说我不要了，我自己来做如果说甚至于说这个全
全中国来讲，你要是拿政府补贴的这种电力的钱的这种企业来讲的话，都不可以有美国的晶片，不只是 NVIDIA， 连 AMD， 连这个 Intel 都不可以有。所以，那中国哪来这种底气啊？我们可以看出来，从3个方向来看哈。第一个来讲的话，中国认为自己这个国产可以这个晶片可以国产化哈。这代表中国准备背水一战，破釜沉舟，准备力战到底哈。而且他已经定出来目标，就是在这个2027年的时候哈，他现在来讲的话，晶片要达到70%以上国产的自制率。那目前来讲的话哈，它国产化是已经达到43%哈。那在2027年啊，这个它总共要达到83%，甚至有可能达到100%。那就是为什么？就是刚刚这个蔡委员所介绍的，他如果说是他能够弯道超车哈，用这个碳当做基底来讲的话，来制造就有可能避开 EUV 这个关卡，然后弯道超车成功。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资料中需的这个供需平衡哈。那以刚刚来讲的话，就是在甘肃、贵州、内蒙这边来讲的话，我提供给你便宜的电价，补贴你1半的电力。虽然说你现在用辉达的晶片是会比较节能、比较省电，那你用这个国产的晶片是会比较耗电，但是我国家补贴你，补贴的好处之后就是什么呢？因为这个黄仁勋也有讲嘛，这个 AI 来讲的话，中国人才很多哈。那如果说是这个企业来讲的话，他买了国产的晶片，那这些制造晶片的企业，他有了钱之后，他自然可以去请这个高端技术的这种人才，还有它可以扩充它的技术设备，我觉得就变成一种所谓的良性循环哈。第三个来讲的话，那而后来讲，我相信中国来讲，它企业来讲非常的庞大，它不管是我们现在看到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哈、腾讯这些来讲的话，它都有很多的这种所谓 AI 晶片的需求了哈。它目前来讲是企业产业是今年去年2024年是185亿人民币哈。那预估到2027年的时候可以翻2倍到776亿人民币那么多。那我有那么多的一个市场的需求，那我当然有这种底气来跟美国叫板。我觉得这一把来讲的话，看得出来中国在 AI 晶片方面来讲，它彻底的摆脱美国。那我想说，黄仁勋这时候应该一个头的莫雷修在那边烦恼不知道怎么办哈。他贝壳威尔晶片如果卖不出去，其实对他企业来讲的话，可能他没有经费在做尔后的开发跟人才的聘请。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